有人在黑暗里乱试，有人试对了，有人试歪了，有人试到一半就消失了。但最容易让人怀念的，往往就是这些消失的产品和情绪。1980年代，车载电话和肩背式电话成了精英身份的标记。到了87年，全日本最渴望的单品上市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手持式手机，重1公斤的 NTT TZ802，由日本电器 NEC 制造，连续通话可以保持60分钟，待机6小时。当时的保证金要20万日元到30万日元，签约路网费用要7万日元，月租费3万日元，通话费每分钟100日元。但当时的固定电话费每分钟才10日元，你想要有一台手机就要支出30万到40万日元，你就算放到现在也比苹果还要贵，所以买的人也不会拿它去煲电话粥，一通电话必须短准狠。我到了，车准备好，人带过来，合同明早再谈。但还是没想到销售情况供不应求，一堆人在 NTT 门口排队交钱，就是为了能早一周能拿到那个黑盒子。到了1988年底，全日本移动电话签约数突破了20万，虽然人口普及率只有0.2%，现在看来是很少，但在当时已经属于爆炸式增长。那时候的精英们以拎着它走在街上为荣，哪怕手臂再酸，也要保持我随时在处理千万级业务的姿态。故事还要从平成的1991年说起，那是传呼机的末路余光，涩谷高中生用公用电话，按着0840哦哈哟早上好，14106爱してる我爱你，3341サビシ我很寂寞，这些情感代码通过无线电发出去的初级交互，就是赛博平成的第一行代码逻辑。到了1995年前后，日本街头常见的是一种便宜轻量的小型通讯手机 PHS， 就是我们中文圈所俗称的小灵通。97年索尼当时推出了 CMD Z1， 机身精致小巧，侧面有一个标志性的飞轮按钮，充满了冰冷感的金属工业风。1999年 Docomo 推出了 iMode， 这是关键拐点，手机不是电话了，是最早的移动互联网。手机菜单里有68个网站，内容上包括新闻和天气，还可以收邮件、查店铺、下载内容，还建立了最早的移动支付系统。所以 NTT 把 iMode 定义成世界上第一个移动互联网服务平台。iMode のモバイルバンキング、銀行の営業時間や混雑時間を気にすることなく。这种高度集中的服务，导致日本人早在智能手机之前就养成了在路上集体低头的社会习惯。还有那时候的手机为什么要设计成翻盖的？当时夏普、松下、索尼、NEC 这些公司在硬件上其实都达成了一种高度默契，因为它能保护内部屏幕，按键布局上也有物理空间，还能适应日语繁琐的输入法。合上盖子的时候，用清脆的咔嗒声来切断物理层面的通讯，具有高度的仪式感。还有伸缩天线用来增强信号。在这些高度统一的技术标准下，当时平成年轻人开始通过外部装修和内部编码来建立个性区分。高中生和辣妹们通过各种大量水钻、贴纸、比机身还重的玩偶，把标准化产品变成了极度自我的身份符号。还有辣妹文字，为了逃避家长和老师的监视，女孩们用汉字拆解、希腊字母、数学符号重新组合，变成了一堆完全认不出来的加密文字系统。这些定制铃声、待机画面、个性装饰、加密短信，还有自拍，代表了手机早就不是通讯设备了，是当时年轻人的赛博人格定制器。2000年11月，夏普 J Phone SH04 问世，这部手机是全球第一台内置摄像头的手机。它的出现让图像不用通过 PC 上传，直接用邮件发出去。这个技术的成熟，直接催生了早期的自拍文化。手机开始记录少男少女们的那些无法对外倾诉的情绪。这种现实和虚拟第一次重叠的背后，也是终端和用户意识第一次深度耦合。当这种信号流穿透现实和都市，手机变成了连接物理空间和虚拟幻境的唯一接口。2000年经济下行前后，日本出现了各种奇特的电子产品，特别是手机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状态，很先进但很孤独，它只能在日本生存。你问有多先进？99年 Docomo 推出了 iMode， 日本就开始用手机发邮件、看新闻、查地图。03年其他国家还在用诺基亚蓝屏玩贪吃蛇的时候，他们的翻盖手机就已经可以看电视、刷地铁、拍自拍、下载高画质游戏了。04年索尼的菲利卡芯片已经能够实现移动支付，比现在的 Apple Pay 早了10年。因为日本有世界上最极致挑剔的用户，所以夏普、索尼、松下为了满足这些过分需求，把当时所有的黑科技都塞了进去，集通讯、影像、金融、娱乐为一体的精密复合体。它很美，感觉无所不能，但本质是一场华丽的孤立主义。
大家不知道的是，平成的手机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 Galapagos K1，很绕口，因为这个名称是南美洲厄瓜多尔的一座孤立岛屿，远离大陆，岛上的物种与世隔绝，它们有自己独立的一套进化逻辑，岛上奇奇怪怪的生物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达尔文就是通过这些只在当地繁衍但和世界脱节的奇特物种身上悟出了进化论。日本手机就在类似高度封闭的环境里形成了进化，但这套进化和全世界都不兼容。如果你问一个平成时代的日本人，关于那个时代的底层记忆是什么？当时在街上、电车上、公司里，人们拉出天线，翻开手机，然后随着一声标志性的咔嗒，成了一种全民化的机械记忆。I'm so fresh like the morning, mouth wide open like they yawning. Every time they see me, they in G-Shock. 当时日剧里各种电子产品就是最潮的随身文化，这种精致的缩影符号反映了后泡沫时代日本人对精工生活的追求，东西越薄、越小、越先进。これアドバンスができるんですかこれで？ちっちゃい。回到1996年，当所有厂商都在绞尽脑汁拼机身更薄的时候，东芝悄咪咪搞了一个新产品——超小掌机。当时的用户想要便携式 PDA， 又想要 PC 里的邮件功能。邮件在日本商务社会里一直非常重要，什么事儿都要用邮件来进行沟通和确认。所以 Libretto 20诞生了。官方对外宣称这是世界上第一款运行 Windows 最小机身的迷你笔记本，重量只有840克，屏幕6英寸，也就一个录像带大小。当时在日本价格卖到了20万日元。在手机都还不太盛行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用这种小机器发邮件和移动办公了。08年，主演内丰出演日剧《With Love》，这一部是关于一部 email 的恋爱剧。主演内丰演了音乐家通过邮件和外界连接，这属于那个时代年轻人对互联网社交最初的幻想。移动办公掌机正好迎合了随时随地通过邮件可以链接其他人的那种状态，所以它很日本，小到变态，精密到偏执。其实在设计上真的不大好用，但还要在技术上证明行得通。所以后来问题也非常明显，当年测评就说键盘太小了，只能用2个食指来敲，外接键盘和鼠标也不太灵光。这机器刚出来的时候话题搞得很大，科技粉丝也很买账，但它不可能成为大众机。这东西就像现在的折叠屏手机，大家都觉得很惊艳，但真正长期用的人都在折磨自己。但奇怪的是，它还不是昙花一现，后面竟然还有30、50、60、70、100和110各种型号。欧美市场到了1999年才停止，日本市场一直卖到了02年前后。小这个含义在当时的平成就像一个技术诅咒一样，不断的蔓延。90年代，全球市面上的笔记本几乎全是黑灰色，开机很慢，重的可以用来当成街头械斗的武器。但突然有个外来角色杀进了这个地盘。世界上最早把笔记本电脑做成超薄小巧有颜色的时尚单品，是1997年索尼的第一代 VAIO 系列 PCG505。当时不光是索尼在做轻薄本，东芝在搞极限缩小， IBM 在做商务便携，三菱弄了个18毫米超薄，连苹果也一样，但他们都没有彼时的索尼懂消费者。505样子很精致体面，银色和紫色组合，这个配色在当年货架上非常扎眼。后来笔记本银色超薄分就是被这代505带起来了，它走的是日式电子风路线，金属、轻薄、精工，很像品川区白领的那种都市公文包。现在看上去很复古，但在当时属于非常时髦。厚24毫米，重1.35千克，10.4英寸的液晶显示屏，装着 Windows 95，硬盘1个 GB。当时白领全都带着它到咖啡馆装模作样的工作。索尼之前一直不是 PC 市场的传统玩家，这个市场基本属于当时传统老牌的天下。索尼带着随身听、电视、游戏机、摄像机突然就杀了进去，他用自己最擅长的打法，把电脑伪装成了一台有影音气质的时尚单品。这款产品直接推动了索尼个人电脑的市场份额，上市2个月直接拿下日本笔记本市场10%的份额。这个数据还没有企业采购，基本上是零售端贡献的。505售价在25万日元，不便宜，但属于白领和数码玩家可以咬咬牙的区间。当时很多经销店铺一直在补单，拿不到505就会影响整个店铺的销售。后来苹果在1999年也推出了最有名的第一代 iBook G3， 有蓝莓色和橘色，外形像一个彩色贝壳，价格在1599美金。这2个本子放在一起，就能看出当时日本和美国对未来个人电脑的想象完全不同。505出来以后，日本笔记本市场的审美
也开始发生了变化。2000年有部日剧《大和拜金女》开播，这部剧主演是松岛菜菜子，讲的是泡沫之后的日本现状，空姐、联谊、名牌、婚姻，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和精致体面有关。所以这台机子很像90年代末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灰色的平成，一是需要一点颜色，二是高级公寓和豪车都买不起了，但随身的科技小东西不能丢了体面和向上的心态。到了2000年 YOQR1 系列上市，售价20万日元，当时媒体管它叫管椅电脑，因为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折叠椅，机身上有一圈铝制把手，可以像拎着白领的公文包一样，还可以当支架用，外壳充满了光泽感，典型的都市感、轻时尚和日式电子风。As we're cruising the city streets, don't care how crazy the world seems outside, 'cause I need you here. 索尼的数码口袋摄像机 PC One 像护照一样随身携带，售价23.5万日元。90年代后期，日本影像文化全面爆发，记录成了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强迫症，变小的摄像机开始成了普通人的随身物品。当时日本数码摄像机市场快速扩大，96年大概45万台，到了97年已经接近100万台销售。但是 PC One 的重点不光是小，重点是姿势。以前摄像机是要端起来拍的， PC One 出来以后，拍摄变得更加方便，你可以在路上拿出来，在新干线上拿出来，也可以在聚会上拿出来，拍街道房间、朋友恋人，它让影像变成了随手捕捉。木村拓哉主演的日剧《沉睡的森林》里面那种充满悬疑感的镜头和追踪叙事，背后就是这种移动影像的变化。1998年 Love and Pop 是安野秀明拍的一部真人电影，背景是在涩谷，根据媒体记录用的是索尼 VX 系列 Mini DV 拍的，它和 PC One 属于同一波数字影像浪潮。这部电影把90年代末涩谷拍得很有真实沉浸感，少女、便利店、街角、电话亭那种手持画面感放在胶片时代是很难表现的，机器更小了，画面也变得更加不安分了。PC One 给了每个人一种新的自由，这就是平成影像文化的开端。索尼还给它装了卡尔蔡司的镜头，2.5英寸的液晶屏，还有 iLink 的接口，可以把影像直接导到电脑里。今天我们觉得拿手机拍视频太正常了，但在1998年，一个普通人把生活拍成影像，还能放在电脑里处理，这种感觉在当时其实非常新鲜。当然 PC One 不是完美机器，首先23万的价格并不是什么小数目，电磁磁带、电脑链接和后期处理都有门槛，让所有人随时随地能拍摄的是后来的数码相机和拍照手机，但 PC One 却是 Vlog 的真正前沿。但是它还不是今天这期最小的黑科技，真正把小玩到有执念的是松下的 MG5， 日本年轻人的声音空间。这个机器小到什么程度？它被称为名片机，机身小到只有8×7厘米，厚度不到1.7厘米，带电池才125克，售价3.8万日元。当时 MD 这个东西本身就很有平成感，这台机器带来的社交影响力远超它的价格。它是一张被塑料壳包起来的小碟片，可以录音，可以编辑曲目，小屏幕上还能显示文字，拿着它你会有一种未来数字生活的满足感。当时松下的口号就是数字就是松下，日本地铁里的上班族每个人耳朵都挂着松下的线控，手里握着 MG5， 在拥挤和没有隐私的东京早高峰里，这个迷你盒就是他们的私人结界。MG5 这种极度压缩体积的设计，就像一个精致的胶囊，把年轻人的焦虑和梦想都压在了里面。但 MG5 也只是其中一个代表，索尼这边也有 MZ-E55， 当年主打轻薄镁合金小型化。索尼和松下当时在这个赛道上打得非常凶，看谁把播放器做得更薄、更轻、更有未来感。所以广告里经常能看到什么世界最小、世界最轻这种词，这就是一场最小的军备竞赛。但可惜的是 MD 没有活到智能手机时代， MP3、iPod 手机把它干掉了。今天回头看 MD 的确有点尴尬，格式封闭，机身精巧，碟片漂亮，但生态实在太短了，就因为它短才特别像平成，一种夹在 CD 和互联网之间的过渡产品。技术很认真，外观也很漂亮，但命运却很脆弱。这就是最小的黑科技，小的不像机器，更像一个平成情绪的小容器。前面这些东西不管多贵、多小、多怪物，至少逻辑上是正常的。电脑要变轻，摄像机要变小，显示器要更加清晰，录像机要更加专业。但接下来这类产品就像工程师突然灵光一闪，然后整个公司就跟着一起执行搞出来的 Digital Mavic。 这是台相机，但这台相机最神奇最荒诞的地方是它把 3.5英寸的软盘直接给塞了进去。大家知道什么是软盘吗？没错，就是很早很早以前上电脑课用的那种软盘，估计很多人都没见过这古董。你拍完照片不用读卡器，不用专业的连接线，也不用去搞驱动，把软盘拔出来塞进电脑，照片就读出来了。今天看这个设计就像一个办公室文员搞出来的，
因为那个年代最大的问题是照片拍完以后怎么导出来发给别人看。当时存储标准还没统一，电脑接口也很麻烦，普通用户呢又怕电线啊、驱动啊、转接头这些很复杂的东西，所以厂商觉得大家办公室里既然有软驱，那就让相机直接吃掉软盘，拍完直接塞进电脑，还能发邮件，能放文档，还能上传网页，所以它的确有效，也很荒诞。它用大家熟悉的旧东西搭了一座通往新世界的桥，这说明了一件事，有时候真正的黑科技看起来是很土、很笨，甚至很丑，但它可以解决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回头看这些产品，我觉得它们不只是过时的电子垃圾，它们更像一堆时代标本，每一台机器都把时代的欲望都封在了里面。时间过去了20几年，智能手机把这一切都合并了。今天的手机就是相机，就是随身听，就是电脑，就是摄像机，它强大到几乎没有悬念，方便到也没有什么仪式感。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怀念那些笨重、昂贵、麻烦、奇怪的机器，因为它更像人。Right on time, feeling all emotions one by one. Every day a new sensation comes, carrying our hearts away. 1997年，日本家用游戏的软硬件合计年销额一度冲到了7500亿日元的高点。哪怕现实经济慢慢下坠，年轻人的虚拟消费还在继续往上冲。现实越停滞，虚拟世界越值钱，这就是平成的核心反差。世嘉在这一波浪潮里很像一个极度矛盾的角色，一边是天才的自负，一边是差生的焦虑。他在1994年11月推出了土型主机，官方称它是参与次世代主机大战，并能成为国内最大的家用机。这台机器黄堆硬件，3D、2D 多媒体街机移植全部想要。世嘉和当时手机一样，就是那个年代日本工业的缩影。技术很满，野心很大，带着一种我要把未来塞进客厅里的亢奋。但问题不是技术不够，是一切都做过头了。1998年，当时索尼 PS 在全球已经卖了超5000万台，死死统治着32位机市场。任天堂死守 N64 卡带阵地，苦苦等待救援。曾经的街机霸主在经历了主机溃败、连续2年巨额赤字以后，世嘉准备孤注一掷了。1998年11月发布号称平成最强主机 DC， 这是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内置联网主机，搭载了调制解调器，可以上网聊天、玩 online game， 还配了液晶屏的小型记忆卡。今天看这配置觉得没啥，但放回1998年，这东西其实已经是一台半成型的未来机器了。当时售价29800日元，但为了支撑 DC， 传奇制作人铃木裕启动了宏大企划，这就是后来的沙漠横须贺。根据当时记录，世嘉为了这部作品投入了7000万美元，也有说是4700万美元。无论多少，在那个年代 3A 游戏研发费用基本在几百万美元，几千万美元是让整个行业都感到惊悚的数字。世嘉不是在做游戏，是在用底层代码对1986年的横须贺进行了一场极致的代码复原。沙漠对游戏行业发展有巨大的意义，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大量的作品，甚至被称为开放世界的鼻祖之一，因为它实现了一种近乎变态的琐碎真实。铃木裕当时提出了一个叫 Free 的底层逻辑，在这个横须贺的街道里塞进了300多个有完整人设和独立日程表的 NPC， 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工作、家庭和行走路径，每个角色都按自己的作息生活，甚至为了还原真实感，开发团队调取了1986年横须贺的真实气象记录，让游戏天气和历史完美同步。沙漠里的8月2走进房间，每个抽屉都可以拉开，每盏灯的开关都有物理碰撞。你还可以去路边自动贩卖机买罐可乐，去路口便利店抽一张世嘉的主题扭蛋。开发团队真的对物理反馈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执着，所以为了收回高昂的开发成本，世嘉出台了一个短暂可笑策略。当时每位购买 DC 主机的玩家需要购买2份沙漠，这在商业逻辑上等同自杀。这时候索尼已经在对面大力宣传 PS2 Emotion Energy 芯片，面对铺天盖地的公式和 DVD 格式的降维打击，这种沉浸在微观细节里的华丽主义显得非常孤立和迟缓。DC 和沙漠的确前卫，但它没有能拯救世嘉，所以这个故事最后带着一种非常典型的平成年代悲剧感。2001年 DC 累计销量只有820万台，软件销量5100万套，成绩远低于董事会目标。最后世嘉正式宣布退出硬件市场， DC 停产。沙漠也随着 DC 成了平成叙事里最悲剧性的一块拼图。为什么我说沙漠是赛博平成的终极无爱？它其实标志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执念。既然现实世界因为经济下行变得冰冷，那就用数亿美元最顶级的工程师在代码里创造一个比现实还真实还温暖的幻境。你可以在一个高度仿真的城市里生活，等待、打工、调查、迷路，那种感觉在当时非常新，甚至有点新的过头了，新到那个时代都没准备好怎么去消化它。接下
下来是最贵的。其实前面这些东西已经够贵了，505要25万日元 ，PC One 要23万日元，掌机差不多也要20万。普通人买一台都要认真考虑很久，但跟这个怪物比，他们都算可以咬咬牙坚持一下的。我们第一个正常巨物，贵到离谱的未来机器，1996年索尼发布的特玲珑系列 GDM W900 图形显示器。特玲珑是索尼的 CRT 显像管技术品牌，明亮、锐利，颜色干净高级。那个年代大家都还在用15寸、17寸的 CRT 显示器，这款产品就直接标出了80万日元的天价。按当时的购买力，估计在东京买个车都能付个首付。它是一台24英寸的宽屏显示器，16:10的比例，1920×1200的分辨率。关键搬家的时候，它能让你怀疑人生。搬回家以后，桌子还得结实，因为这个东西接近一个年轻女性的重量，90斤。纯平的玻璃面板和充满工业感的机身，你如果不接任何设备，光看这个黑箱就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怪异感。但它只要亮起来，整个画面在当时就属于王炸级别。有个冷知识，这个特玲珑系列还有个200斤的 PVM4300 43英寸的屏幕，价格4万美金的电视监视器，当时主要卖给广播电视台和超级富豪家里用，存量很少，但它是复古游戏玩家和收藏家心里的圣杯。在电影《午夜凶铃》里，蔡太子和真田广之在调查录像带的时候，镜头焦点就是那台特玲珑电视监视器 Profile Pro。你小时候看到最恐怖的镜头就是从这台监视器里爬出来的。根据报道，导演特意选了当时最清晰最真实的特玲珑电视，就是为了产生一种极强的反差感。在那种画质级别的机器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扭曲模糊的可怕影像，恐惧感就会加倍增加。因为在90年代的日本，这台机器是绝对的标杆，很多家庭都放了这一款。到了1998年，索尼把这种精工美学推向了极致，发布了 GDM F500， 售价40万日元。价格是亲民了一点，但恐怖的画质和分辨率直接把 CRT 技术极限压榨到了极致化。这种细腻的画面色彩，你放今天看，估计还会吊打市面上很多廉价显示器。索尼最会的地方就是他知道你买不起，但他偏要做，因为这种产品只要存在，就会让整个品牌看起来很高级、很未来。W900是索尼用来告诉市场，我能做随身听、笔记本和游戏机，我还能做各种影像输出的天花板，这就是索尼大法。这个大法不光在显示器上，还发生在家庭影音里。同样级别的怪物 Betamax 录像机 SLHF3000， 价格大概在30万日元。这个东西不光贵，还很复杂，自带编辑功能，各种复杂的螺旋按钮操作，每一次调节就像开金库密码锁一样。它把一个专业的电视剪辑室直接给你搬进了客厅。这种怪物级别的机器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影像收藏的一种偏执感。1995年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里，主角用的那些考究的电子设备，就是体现了当时那一代的视听狂热。有了这样的顶级显示器，你还得有配得上它的媒介。客厅的王座 Laserdisc 雷射影碟机，先锋在1980年早期大力推动雷射影碟机，推出了家用 LD 播放器。到了1988年，雷射影碟机处于疯狂的黄金期 ，CLD 770、CLD 970这些 LD 和 CD 都能兼容的播放器，当时标价已经到了几十万日元级别。但重点不是价格，重点是气质。一张 LD 影碟大得像黑胶唱片，金灿灿的反着光。当时的日本家庭，与其说拿这个看电影，不如说在展示一种未来数字化的优越感。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见过什么雷射影碟机，一张巨大的 CD， 你拿在手里就像在操作某种外太空的设备。雷射影碟机是给懂电影、懂画质、懂高级生活的昭和精英准备的。那个时代，一个理想的夜晚是什么？不光是在银座可以开香槟，还可以凌晨回到赤坂的高级公寓，打开 LD 播放器，把好莱坞电影、音乐现场都投到大屏幕上。